是 DL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。前两期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蝙蝠形态和加特利，今天呢我们就在市场里边找一下这个形态。首先这是一个欧镑的4小时图，然后我们首先要找一段趋势行情。这是一段下跌行情，对吧？一段下跌行情，我们就要去测量。这儿有一个回撤，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回撤是多少。斐波那契拉出来，正好在 0.618 附近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起始点 X。这个是 A， 这儿就是 B。C 点我们也用斐波那契测一下。在 0.382 和 0.886 之间是可以的。然后为了方便看清楚图，我们就把这个斐波那契删了。这个就是 C 点。然后一旦行情这样走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要去观察 D 点了。D 点我们前两期讲了，在 0.618 的话，它大概率的是属于一个加特利。加特利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AB 等于 CD 的位置，是在这儿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删了。我们再看一下 XA 的 0.886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加特利是 0.786， 也就是说是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区间。在这个区间，我们先可以用这个画出来 ，X A B C D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 C 点。然后我们就应该等着行情去走。我们下面看一下行情要怎么走。好，行情来到了我们需要留意的这个区间里边，先是一根大阳线突破了我们想看到的这个区间，接着是一个晕线，这两根形成了一个晕线。那么晕线的话，在关键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去做单了。晕线上破我们不做，晕线一旦下破，我们就可以去做单了。这个是我们的D点。我们先把止盈的位置画出来 ，A D，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挂单，这是入场位，这是止损位
第一止盈位是这儿0.382，这儿是 TP1，这儿是 TP2，这个的话 TP1 的盈亏比可能不是那么的合适，我们可以保守一点，把止损放到这儿，这样的话盈亏比就稍微合理一点了。但是安全的话，我们正常是需要放到这儿的啊。我们先把止损放到这儿，然后让行情走走看。好，突破我们做空。这儿到达了我们的 TP1，我们可以减仓，然后继续让行情走。好，在这儿到达了 TP2，这个订单就相当于我们已经获胜了，很成功。这就是一个市场里边加特利形态。好的。然后大家可以在市场里边多找一些这种加特利形态和蝙蝠形态，多熟悉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，这一段行情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下跌，这一段下跌，但是这个点儿，也就是这个点儿，它超过了这个，所以这种形态是不成立的，就不要去关注了。这个的话是因为它回撤，不到位，你看这儿是不到位的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，这儿也是超过这儿的，不要去关注了就，然后就关注这个。我们用斐波那契测量一下，这儿是0.618，这儿是0.618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猜测，这儿已经有了回撤了，回撤也在这个范围之内，0.886、0.382之间。我们先把斐波那契放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拓展线画 AB 等于 CD 的位置 ，AB 等于 CD， 在这儿，然后去掉这个，然后0.786的位置在这儿，也就是这个区间。我们看市场行情到了这儿以后有怎么样的反应，也就是这儿。我们可以先用这个画图工具画出来。
这样有助于观察。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让行情走走看。好，到了我们想要的位置，然后直接突破。我们接着看。好，在我们想要的区间内形成了一个晕线，这两个又形成了一个晕线，跟上个案例是一样的。那么好，上破我们不做上破我们不做，一旦下破我们做空。在这儿下破做空，止损放到这儿，盈利我们来这儿画，大家都看一下就看得明白了。我们把 A、X、A、B、C、D 这个画图软件已经标出来了，止盈位置是 A、D 的 0.382，也就是这儿。这是 TP1，TP2 是这儿。所以说这个交易的话，你如果把止损放到这儿，感觉你这个盈亏比是不太合适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，放到这儿。这个晕线里边那个小晕线的上方一点然后我们让市场走一下，看看，先把止盈位标出来 ，TP1。TP2，然后我们行情走走看，好，下破我们做空，突破了 TP1，好，直接3根到达了 TP2 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拉保本，然后平一部分仓，然后继续拿看。这就是这一笔交易，又达到了 TP2，这是个1比1.56的盈亏比的交易，这也是一个加特利形态。今天的这2个案例呢，就讲到这里了。不明白的呢，可以去反复的去看一下，去练一下。这个东西练的久了，自然而然也就会了啊。好，拜拜。